当你升维的那一刻，99%的人真的看不见你。这不是玄学，不是成功学，而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。想象一下，此刻的你正在深夜刷着这条视频，窗外的霓虹灯依然闪烁，城市依旧喧嚣，但你的内心却无比寂寞。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落叶，随波逐流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？这个时代，太多人在追逐金钱，朋友圈里不是在炫富，就是在焦虑。你看到别人开着豪车，住着大房子，吃着山珍海味，然后开始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活得太失败了？但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那些表面上光鲜亮丽的人，他们的内心可能比你更加空虚，因为他们赚到了钱，但却迷失了自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个时代，人人都在忙着赚钱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值钱。我们都在为生活奔波，却常常感觉自己一文不值。这是为什么？看看你的生活，每天早上被闹钟叫醒，挤着地铁去上班，坐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周末不是在补觉，就是在消费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而这一切的根源要追溯到我们的教育。从幼儿园到大学，整整20年，没有一个人教会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。没有人告诉我们你的性格是怎样的，你有什么样的天赋，你适合做什么，你的人生该往哪个方向走。我们就像被蒙上眼睛的小白鼠，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迷宫。我们不断地奔跑，不断地尝试，却始终找不到出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每天早上，你看着电梯里的人群，西装革履，行色匆匆，但你知道吗？据调查显示，只有13%的人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的，剩下的87%呢，不过是为了薪水在耗费生命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的教育系统，我们的父母，甚至整个社会都在把我们变成标准件，就像工厂里的流水线，把我们打磨得千篇一律。我们的创造力在应试教育中消失，我们的梦想在现实面前碎裂，我们的灵魂在职场中慢慢死去。你现在的焦虑、迷茫、空虚，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，你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了。每天刷着短视频，看着别人的人生，羡慕着别人的成功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是谁？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但是不要绝望，因为你看到了这个视频，说明你已经开始觉醒了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秘密，一个让你瞬间升维的方法。想知道是什么吗？请继续往下看。记住，当你真正找到自己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超越了99%的人。因为在这个迷失的时代，最稀缺的不是金钱，不是机会，而是认识真实的自己。让我给你讲3种动物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会让你明白人生的真相。让我用3种动物为你揭示人生最深刻的真相。想象一下第一种动物，猫。优雅的姿态，漂亮的毛发，温顺的性格。它们住在豪华的猫窝里，吃着精心准备的猫粮，过着看似人人羡慕的生活。但你知道吗？它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主人手里。这让我想起了很多人，也许就是你身边的同事，或者是你自己。他们在大公司做着体面的工作，西装革履，人模人样。朋友圈里晒着高档写字楼的风景，外企的办公室，还有精致的下午茶。表面上看，他们活得很好，但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焦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了。就像那只漂亮的猫，生怕主人哪天不要自己了。他们谨小慎微，看领导脸色，为了一个季度考核战战兢兢。
他们不敢说真话，不敢表达真实想法，生怕得罪了谁。他们的社交圈子要么是讨好上级，要么是维系客户，早已忘记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第二种动物是狗，它们比猫要有用得多。导盲犬、搜救犬、警犬，它们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具备专业的技能。它们确实能创造价值，但本质上依然是被驯化的工具。这让我想到那些在公司埋头苦干的人，他们有一技之长，可能是程序员，可能是会计，可能是销售。他们靠着这些技能确实能赚到不错的收入。有的人还会考各种证书，参加各种培训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。表面上看，他们比第一种人要强一些，至少他们掌握了真本事，不是靠讨好别人活着。但本质上，他们依然是被驯服的。他们习惯了听从指令，习惯了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。就像那些导盲犬，再厉害也只能按照训练的方式工作，永远突破不了自己的天花板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第三种动物——狼。它们不会讨好人类，也不会接受驯化。它们过得很苦，要忍受风吹雨打，要自己觅食，要面对各种危险。但它们是自由的，有自己的一片天地。这让我想起那些创业者、艺术家、独立思考者。他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。创业者可能几个月赚不到钱，艺术家可能要忍受常人的不理解，独立思考者可能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。但他们是真正活着的人。他们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用违背自己的本心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。即使失败了，他们也无怨无悔，因为那是自己的选择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现在我问你，你是哪一种？如果你是第一种，每天战战兢兢，生怕得罪人，生怕失去现有的一切；如果你是第二种，整天忙于提升技能，却始终突破不了自己的天花板；还是说你渴望成为第三种，敢于追求真正的自由，敢于做真实的自己？我知道每个看到这里的人内心都渴望成为第三种，但现实是 99% 的人都会选择前两种生活方式，因为那里更安全，更舒适，更容易被社会接受。但是你真的要这样过完这一生吗？每一天都在讨好别人，服从指令，直到失去自我。你确定要用安全、舒适这样的借口放弃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吗？这个时代让人心寒，善良的人总被当成软柿子捏，真诚的人总被欺骗，而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反而容易成功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就是现实。但请记住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。让我们来看看现代人的生活状态。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刷手机，上班路上刷手机，工作间隙刷手机，吃饭时刷手机，睡前还要刷手机。我们的生活被碎片化信息填满，却空虚的要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消费别人的人生，而不是经营自己的人生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这个世界始终被那 1% 的人操控着。他们通过深度思考，掌握了世界的底层逻辑，而 99% 的人活在他们编织的故事里，被温水煮青蛙。每当这些人醒来，发现自己又被收割了一次。这些 1% 的人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掌握了一个秘密，升维思考。什么是升维思考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跳出当前的框架去思考问题。比如，当别人还在为一单生意斤斤计较的时候，
他们已经在思考如何构建商业帝国。当别人还在为一份工作焦虑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思考如何建立被动收入。当别人还在为一段感情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价值。你或许会问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但做起来很难。答案永远比问题高一个维度。当你觉得需要提升写作能力时，其实是思维需要提升。因为好的写作不是文字技巧的堆砌，而是思维的外化表达。当你觉得营销做不好时，其实是战略需要提升。因为好的营销不是话术的运用，而是对用户需求的深度理解。当你觉得感情不顺时，其实是价值观需要提升。因为好的感情不是表面的甜言蜜语，而是两个人价值观的深度契合。这就是所谓的维度提升。那些维度高的人都有什么特点？第一，他们对人性的理解极其深刻。他们知道人性的贪婪，知道人性的软弱，但他们不批判，只是理解并利用。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恐惧，而这些才是驱动人行动的真正动力。第二，他们外表越来越平静，内心越来越强大。越是风浪，越是淡定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任何外在的波动都是暂时的，只有内心的强大才是永恒的。第三，他们不再在意别人的评价。赞美不会让他们得意，诽谤不会让他们愤怒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别人的评价只是别人的判断标准，而不是自己的价值标准。第四，他们总是做最坏的打算，但尽最大的努力。他们不轻信，不幻想，但始终充满希望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世界既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也不会像你担心的那么糟。第五，他们极其珍惜时间和精力，会毫不犹豫地屏蔽无效社交，远离负能量的人和事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时间和精力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。让我们说说多巴胺的真相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沉迷短视频吗？为什么会一直刷手机停不下来吗？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，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，3个小时可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但当你在读书或学习的时候，半个小时都觉得度日如年。这就是多巴胺在作怪。想象一下你在嗑瓜子的场景，为什么把瓜子仁包好放在面前，你反而不想吃了？这就是多巴胺在作祟。每一次微小的收获都会给你一点奖励，让你欲罢不能。这就像打游戏，每一次升级，每一次打怪都给你一点成就感。现代社会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让获得多巴胺变得太容易了。外卖一点就来，购物一键下单，娱乐触手可及。这种及时满足让我们失去了延迟满足的能力，也就是耐心和毅力。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块海绵，被各种碎片化信息填满，却没有真正的营养。我们每天接收大量信息，但真正能记住的有多少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？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，没有人愿意听完整首歌，没有人愿意看完整部电影。我们被训练成了快餐文化的奴隶，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焦虑。我们被算法驯化，被多巴胺支配，被社会标准化，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。我们像是被困在了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，明明知道不对，却无法挣脱。但请记住，真正的蜕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就像蝴蝶破茧而出，过程是痛苦的，但结果是美丽的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都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。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就升为成功的，而是通过不断的自省，不断的觉醒，最终找到了真实的自己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首先，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。其次，他们开始主动寻求改变。第三，他们坚持不懈的实践。
最后他们收获了成长的果实。怎样才能提升维度？关键在于2个字：觉醒。首先要觉醒的是，你必须明白，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真正在意你的成长，你的进步，你的蜕变，只能靠自己。不要期待别人的理解和支持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。其次要觉醒的是，你必须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它不是非黑即白的，而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。你要学会在灰色地带生存，但不能丢失自己的本心。要明白，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善良而善良，但你要保持善良；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真诚而真诚，但你要保持真诚。第三，要觉醒的是，你必须明白，真正的竞争不是跟别人比，而是跟自己比。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强一点，这才是真正的进步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羡慕别人上，那些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才是最有价值的。第四，要觉醒的是，要明白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不要期待一夜之间的改变，要相信积累的力量。就像竹子，前4年你只能看到一小节绿色的竹笋，第5年它会以惊人的速度疯长，这就是积累的力量。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难，做起来更难，但是请记住，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升维了。当你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已经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。现在的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我们沉迷于虚拟世界，却对身边的人越来越冷漠。即便是聚会，大家也都是各自刷手机，互不干扰。我们有了更多的联系方式，但真正的联系却越来越少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，物质越来越丰富，精神越来越贫瘠。我们有了更好的物质生活，却失去了精神的富足。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，却失去了选择的能力。但是请记住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靠外在的东西，它来自于内心的力量，来自于对自己的认知，来自于对生活的态度。当你开始关注内在的成长，而不是外在的认可，你就已经开始升维了。那些维度高的人，他们有着共同的特质，他们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，他们不轻易被外界的噪音干扰，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标准，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他们就像黑夜中的灯塔，不管外面风浪有多大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光芒。让我们来谈谈现代人最大的敌人——算法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生活在算法的笼子里。抖音知道你喜欢看什么，淘宝知道你想买什么，美团知道你爱吃什么。他们了解你，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。这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吗？算法就像一个温柔的陷阱，它给你想要的一切，但同时也在重塑你的欲望。它让你以为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，但实际上你正在被驯化。你的注意力被分散，你的思维被定向，你的选择被引导。很多人还没意识到，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生态环境的破坏，不是经济危机，甚至不是核武器，而是算法。因为算法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。想想看，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？有多少人能专注地做一件事情超过半小时？有多少人能真正地思考人生的意义？这就是算法的可怕之处。它不是在摧毁我们的身体，而是在摧毁我们的心智。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浮躁，越来越空虚，越来越迷失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着2种人，那些被算法驯服的人和那些驾驭算法的人。你想成为哪一种？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些真正成功的人都是驾驭算法的人。他们懂得如何利用算法，而不是被算法利用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手机，什么时候该静下心来思考，什么时候该行动。记住，工具永远是双刃剑，它可以帮助你，
也可以伤害你。关键在于你如何使用它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来谈谈现代人的另一个困境，迷失在多巴胺的海洋里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刷短视频刷到凌晨3点，明明很困，但就是放不下手机。玩游戏玩到废寝忘食，明明知道第二天要早起，但就是停不下来。这就是多巴胺的力量，它让我们上瘾，让我们无法自拔。而现代社会正是一个多巴胺过剩的社会，快餐式的娱乐、碎片化的信息、及时的满足感，这些都在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分泌。我们的大脑被训练的只追求即时快感，而失去了追求长期价值的能力。这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只要糖果，不要营养；只要快感，不要成长。但是那些真正优秀的人都懂得控制自己的多巴胺分泌。他们知道，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及时的满足，而是来自于长期的积累和突破。他们会主动远离那些会带来即时快感但没有长期价值的事物。他们会花时间读书，会坚持运动，会学习新技能，会思考人生。这就是维度的差异。低维度的人生活在当下的快感中，高维度的人生活在未来的愿景里。低维度的人被欲望驱使，高维度的人驾驭自己的欲望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要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维度呢？答案是觉醒和行动。首先是觉醒，你要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，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特点，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。就像一个沉睡的人，必须先睁开眼睛才能看到光明。其次是行动，光是觉醒还不够，你还需要行动。要主动远离那些会消耗你时间和精力的事物，要主动学习和思考，要主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痛苦，因为你要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习惯。你要戒掉对手机的依赖，要克服对即时满足的追求，要培养深度思考的能力。但请记住，这种痛苦是值得的，因为它会带来真正的成长和蜕变。就像蝴蝶破茧一样，如果不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，就永远无法展翅高飞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已经完成蜕变的人，他们有什么共同特征？第一，他们都有强大的自控力，他们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能管理自己的时间，能坚持自己的原则。第二，他们都有清晰的目标，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他们的人生有方向，有规划。第三，他们都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他们不随波逐流，不人云亦云，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标准。第四，他们都有持续学习的习惯，他们知道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被淘汰。第五，他们都有强大的内心，他们不会被外界的评价影响，不会被暂时的挫折打倒。这就是高维度的人生。当你达到这个维度，你会发现，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美好。你不再被欲望驱使，不再被算法控制，不再被社会标准束缚。你找到了真正的自我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状态。但是，请记住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。不要期待一蹴而就，要相信积累的力量。就像种一棵树，你看不到它每天的生长，但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当你坚持正确的事情够久了，奇迹就会发生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都有提升维度的可能。关键在于，你是否愿意付出努力，是否愿意经历蜕变的痛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分享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让更多的人觉醒，让更多的人开始改变。记住，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，要么主动改变，要么被动淘汰。选择权在你手中。
愿你能找到真实的自己，突破维度的限制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